Hello，大家好，我是悟星啊。那么今天呢，要感谢一位观众，他的名字我不会念，就是呢，他这个告诉我一个情报啊，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 My Fantasy 啊作者的那个原始码啊自己打包一份，就是编译下来，然后直接使用的话，发现那个之前出现的 crash 问题，通通都不见了。就包含你的龙芯啊、完美物品啊，丢在地上不会 crash， 甚至连之前小道消息说屠杀龙会 crash 这个问题也不见了。当然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啦。然后我自己呢，为了表示尊重，我自己也学着去这个 compiler， 就是编译了一份模组下来，我发现是可以成功使用，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应该还不会马上更新我们的模组包啦，就是我要先试用一阵子，确定都没什么问题之后呢，我还要通过 CurseForge 内关因为你要自己上传一个不是他网站上的模组到 CurseForge 的话，他还要审核啦，所以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到时候审核过，那就是之后再说啦。所以目前暂时我的模组包不会做任何更动。当然，各位观众，如果你会自己编译的话，你也可以去就是那个 GitHub 自己下载下来编译，然后就不会有这些 crash 的问题啦。那么这一集我觉得会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呢，我打算开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理想国度或者是我们的小村庄，来给未来我们的 NPC 或者是村民做居住当然这些房子的话呢，不会是我自己盖啦，我要让这些村民或者是用自动化的方式来盖这些房子。因为我们的 Ancient Warfare 模组它有提供一个方法，可以看是要用村民或者是用那些机器供电来自动帮你盖房子就有点像那个 Buildcraft 的 Builder 一样。那要这样做的话呢，首先我们就会需要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Drafting Bench把这个桌子做出来，然后呢，它里面就有提供所有你可以在生存模式下这个盖的房子。那其实这个都是蓝图档啦，然后这些蓝图的话，它是以纯文字形式存在的，甚至你也可以自己汇入你自己盖的蓝图或房子。那我决定呢，先在测试世界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建筑的功能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可以先开一个测试世界，然后拿出一个道具叫 Structure Builder。那这个的话，就是所有这个模组提供的建筑都可以快速盖出来但是这是创造模式限定的。比如说你甚至你要盖 Empire， 所以帝国的东西也行。比如说这个好了你就选择 Done， 然后呢你就找一个空地，然后把它对着地板，然后它其实会出现一个预览画面只是如果有光影的话可能会有点破图。那你可以先蹲下加右键，把这个虚影放在地上然后你就可以预览一下它这个占地范围会怎么样这么大当然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创造模式的工具啦，所以它其实本来是这个地图上会自动生成的，连一些生怪砖都会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来试着生成一个我们生存模式可以盖的好了。在生存模式可以盖的房子，它通常都是用 Survival 做开头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教堂如果是生存模式可以盖的，它都会列出这个材料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材料，我们 Done， 然后它会直接用我刚刚定位的锚点出现这个预览画面然后假设确定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对着这个地方按下 Z。然后因为我们是创造模式，所以它就直接放好这个房子了那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用生存模式慢慢盖出来。那前面有说过，你可以汇入自己的建筑变成蓝图档那做法的话呢，就是一样要先用创造模式来建立蓝图档，好像没有办法在生存模式下用啦，因为你要用这个工具，它只有创造模式才有。那就拿出这个 Structure Scanner， 比如说这个建筑好了，当然这个是模组内建的建筑啦，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满意它的建筑，你想要自己修改一下比如说像这些房子它建设的时候，其实下面都会包含一段的地层，那个地层的话，可能有矿物或者是一些很难拿到的东西。那你要在生存模式盖出来的时候，连那些矿物都要取得，有点麻烦。
所以我会想要先把它叫出来，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删掉，然后再自己绘出另外一个新的档案。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地板用2层鹅卵石有点多此一举，所以我把它清掉好了。那因为我们有装小幕符啦，所以我们也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地板给清掉。这样子列2个，然后 set 空格0，这样地板就不见啦。当然你也可以检查一下有什么地方破洞或漏掉了。那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有装那个 better foliage， 所以它的会有点破图，但是它是正常的。那都确定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储存这个建筑物。那有2种方式，一个是直接存，不管后续会不会修改。那第2种方式是，如果你之后还想要再微调这个建筑的话呢，我们可以另外再用一个东西，是这个 structure scanner，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地平线的地方。比如说这边是这个草地嘛，就是地平线的地方，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地平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拿出你的这个 structure scanner， 然后呢，对着第一个储存点，其实操作就很像小幕符啦，对这个储存点按下 Z， 然后呢，再到这个3维空间对角线的这个地方，再按下 Z， 2个都储存之后呢，应该因为我没有装光影的关系，所以不是很明显。但是正常情况下，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框框包起来的感觉，就像那样子，有没有？有一个很不明显些微的框框但我这边没有看出来，可能是因为放太多的关系。有刚刚好像有出现，有了，对，一个很不明显的框框。那我猜应该如果没有光影的话，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反正你只要确认你这个建筑的所有范围内都有包含在框框里面就好了。当然别忘了把这个作为基点的方块敲掉，才不会包含在里面。好，接下来第3步就是选择这个放置的点就像我们刚刚放置教堂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放置的基准点，然后从那个基准点往外长房子嘛。比如说我们希望玩家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对着这个地板按，然后就会长出这栋房子。所以呢，我们就对着这个要放置的点再按下 Z， 这是我们的第3个设置的地方。这样子就设置完成了。然后呢，就是刚刚提到有2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拿着它对着空气点右键就可以做储存的动作，但是如果你要做日后修改的话呢，你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方块里面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你包起来的地方，有，可能跟角度有关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自己制定要储存的名字。那因为这个房子原本名称是 Survival Metal Work 啦，那我自己把它修改成叫 Alan Metal Work， 就设定一个比较好找的名字，这样你日后要搜寻会比较方便。然后这边可以打勾选起来的话呢，就是你只要一储存，马上就可以在游戏中做使用。那如果不打勾的话呢，它就是直接汇出到某一个资料夹，你日后可以再利用。那我们直接在游戏中使用就打勾，然后这边有个 Set Up， 点进去，然后有个 Survival 打勾，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在生存模式下盖出来。如果不勾选的话，就只有在创造模式才有办法用，或者是地图自动生成的时候，你也可以设定让它自动生成。那我们只是要自己盖房子啦，所以这个就把它打勾就好，其他都不用设定，然后就直接按 Export， 这样就储存到你的游戏里面。那其实在那个 config 资料夹里面也可以找到这个蓝图档。好，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刚有选择可以直接在游戏中做使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拿出这个创造模式的 builder， 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论上马上就可以找到，对，刚刚这个 Alan Metal Work， 然后它所需要的材料也已经列出来了，然后 done，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这个地方放着，嘿。对，虽然是生存模式盖的，但是在创造模式也可以直接盖出来这样子，然后包含刚刚那个地板都已经不见了。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个地方没有做好不满意，你想要修正比如说这个木头突然觉得我不要用木头，我要用这个。对，你有做这个微调修改，然后这时候呢，再直接按 Export，
它就会储存覆盖过去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盖一次，你的新设定就已经套用啦。但话说回来，究竟要怎么在生存模式盖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 drafting bench。那我们在这个 drafting bench 的话呢，就一样可以搜寻可以在生存模式盖的房子。但是呢，我们刚刚那个才绘出的那个档案啊，你必须要关掉地图重开，它才会显示出来。在生存模式才需要啦，创造模式是不需要。所以比如说我其实之前也有做过其他的设定啊，你就选定好之后呢，就按 done，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需要的材料丢进去，比如说像这样子啊，你按下 start 之后，它就会开始吞掉材料。那就把它所有需要的材料通通丢进来，然后它全部吞完之后呢，它就会诞生出一个东西叫 Survival Structure Builder，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一样放在你想要盖的地方啊，比如说这里，然后它其实会有预示预览画面啊，比如说我想要盖在这个地方嘛，然后这时候呢，你就要给它供电，或者是叫村民来帮忙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回到我们的地图去盖这个东西了。好，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盖的房子呢，是一个叫 Town Hall Mall， 就是类似城镇中心啦。那这个是已经微调过的版本，所以它需要材料都在这边。我已经先准备好一些比较零散的材料，那我们就直接按下 Start， 它就会开始吞食啊。那还有一些材料会需要消耗比较多的，像是这个 Stone Brick 是大宗，所以呢，我已经烧了一大堆石头，但是烧石头很浪费时间，所以我先做这个进阶版的熔炉。其实我是想要做 My Fantasy 熔炉啦，但是我也想要在拍影片的时候做出来给大家看。哦，又有一只龙，哇，最近龙怎么这么多啊？好吧，来吧，来吧。呼呼呼呼呼呼，我们来测试看看到底会不会 crash。挂了！哇，我们本系列第一只龙终于打死了啊！所以没有掉龙心啊，但是有掉这个财宝猎豹这个奖励包。那这个龙心的话，如果是年轻的龙啊，或者是这个普通的龙掉落是有几率性的。那要一直到那个 mature， 就是成年的龙才会掉保证掉龙心啦。好，所以这个东西先丢着。好啦，它已经吞完了，速度真快啊。好，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些材料，我就慢慢把它丢进去。这个 Sea Lantern 啊，它原本的话是放那个荧光石，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地狱，所以我没有任何荧光石，反而是 Sea Lantern 比较简单，因为我们有这个 Guardian Essence，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合成这个海灯笼需要的材料了。它的完成啦啊，我们就拿到一个这个 Structure Builder 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烦恼说这个东西要盖在什么地方啦。那我决定呢，把第一个城镇中心就盖在这个地方好了啊。你给我们看一下小地图的话，虽然不是我们这一块平原的正中心啦，可是因为这边有一些高低起伏，如果不整地的话，可能还是要挑这边比较好。所以那边原本有一座湖嘛，我就把它填平了。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只要把它放在这边就好了吧。如果我们测量没有错误的话，所以可以看到它包的范围这么大，那包含一些可能没有盖东西的地方，就单纯只是要清空的，它这边都会包起来。所以到时候它会先清空不包含建筑物的所有东西，就包含像这个花啊跟泥土啊，它都会清掉。这时候只要给它供电，它就会开始运作了。那就像我说的，它供电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直接用机器的方式给它供电，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连一下，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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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高一点，可是盖太高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没办法下车。来看看这样子接行不行啊？不行，要转个向，所以呢，
转。OK， 那这边看起来没有连上，那应该是有连上了，因为它有时候模型显示会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放25个风车方块。好，完成哦，有开始在转了，所以呢，它接下来应该开始就是先整地啦，清掉不属于方块的东西。有了，对，它这个花朵被清掉了，然后开始挖这个泥土。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运作的速度其实很慢，所以你要么就要给它很多发电机供电，要么的话就是可以请我们的廉价劳工没有啦，我们的志愿者村民来帮忙盖这个房子。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设置一个简单的村庄好了。我们之前是直接召唤 NPC 嘛，但现在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做一个 Town Hall。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类似城镇的中心，或者是预设的补给点啊，就是任何在这附近召唤的 NPC， 它一开始就会把它当成补给点，你就不用自己再做设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Walker 召唤出来。然后它没有食物嘛，所以它过一阵子，对，它就会自己去拿这个食物了，你就不用做任何的设定。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给它一把锤子，那因为我们现在很有钱了，我们就给它尊贵不凡的钻石锤。好，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craftsman 了。然后呢，它就会找到附近可以用的，比如说这个建筑方块，它就会开始帮忙，其实就是给机器充电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召锤一点。哦，等到它有食物了，也不用等它了，直接给它锤子。嘿，锤子给你，哦，锤子给你，啊，大家通通都有食物啦。哦，然后速度就会快很多了，你已经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盖房子了。所以感觉 NPC 的效率会比用机器还要好一点的感觉呢。而且村民的话，其实你只要给他喂食物就好了，也是很便宜啦。好啦，所以他就开始帮我们盖啦。那我们现在玩家唯一能做就是在旁边看着。哦，我盖到一半了，我们村民突然罢工了啊！因为晚上的关系。村民的效率虽然比较好啦，可是他们毕竟仍然是村民 NPC， 是需要睡觉的啊。那Walker一定要睡觉。那如果是士兵的话，那种守卫型的是不用睡觉，只要睡个觉啊，就会继续工作啦。它大盖完啦，耶！那盖完之后呢，那个建筑用的方块跟那个框框都会不见啦，啊，然后它盖房子还蛮聪明的，它会先把实体方块都盖好之后，最后才插火把跟放那些地板门之类的东西，所以应该是可以保证说不会有东西莫名其妙不见了。好啦，所以这些村民暂时用不到，就把它们收起来了。那他们只要在工作做任何事情的话，都会提升那个经验值跟等级，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刚刚其实有在加血，就是提升等级，血量就会变高。好啦，所以我们就来搬家了，搬去我们新的城镇中心啦。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东西卡在里面。那我会挑选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很大啦，因为它这个 Ancient Warfare 它有一些内建的城镇中心，可是都太巨大了，那根本已经是那种市政厅，而不是这种乡村的小城镇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小比较适合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汤后放在这边，食物放在这边，那以后我们就会有那种专门的 NPC 来补充这个食物。所以在这附近有个村民就不怕没有食物吃啦，啊，然后呢，我自己加了几个出入口，
它原本只有一个门口啦，但是为了要符合城镇中心这种感觉，所以多加几个出入口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这边2楼，记得不是2楼，这边就只有一个射箭塔呀。这边一直往上爬的话呢，就是一个类似瞭望台的东西啊，我觉得也很蛮适合的啊。就是这边之后可以驻守一些战斗村民，然后负责拿弓箭在这边射，对，然后他们就一辈子就活在这个地方。可能这边放一个补给箱啊，我们可以用中介箱啦，因为我们有 Ender Chest。就放一个专门放苹果的中介箱，然后他们就一辈子住在这边，然后看到有怪靠近就可以射箭啊。当然，因为现在都有大火把的关系，但是偶尔会出现那个 BOSS 啊，那个 BOSS 的话还是会出现，那就可以这边意思射个几发箭这样子。好，所以之后呢，我们就会以这个城镇中心为中心点，开始慢慢的向外长出其他的建筑物。比如说我可能会盖一个专门的铁匠铺，铁匠铺就是我们新的 My Fantasy 的工作室啦，然后还要再盖另外一个独立的仓库，专门来放就是一些收纳物品的仓库。我们这个 Ancient Warfare 模组啊，它也有这个 Warehouse 的东西。这个 Warehouse 比想象中还要强大我自己试完过后，其实它就像是迷你版的 AE2 啦，就是你也可以直接搜寻东西、储存东西都很方便啊。但是等我把仓库盖出来之后呢，再来盖这个 Warehouse 吧。